在中国的西南边有这样一个奇葩的国家，它与中国毗邻而居，却时常在中国背后插刀。谈合作、谈钱的时候驯良乖巧，一旦不合他心意了，翻脸比谁都快。这个国家就是印度。而在印度各种奇葩行为的背后，实际上正是在以中国之名行霸权之实。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1947年，伴随着英国殖民者的退出，印度正式实现独立。作为英国的海外长子，印度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英国在南亚地区的最大继承者，因此在这一时期不难发现，印度的外交战略颇具大国风范。说直白点，此时的印度就是把自己当成了大英帝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作为同样刚刚独立的人口大国，中印两国国情相似，边境问题又悬而未决，所以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反正在印度眼里，中国已经成为了其最大的竞争对手。最开始的时候，印度选择延续英属印度时期的对华外交战略，即在西藏问题上大搞手脚。以印度国父尼赫鲁为首的印度政治精英曾多次叫嚣要把西藏变成苏联、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缓冲区。1959年，中国以雷霆手段镇压了西藏反革命，自此，印度希望在西藏建立所谓缓冲带的想法彻底破产。面对这一既定事实，印度可谓是如丧考妣。不仅在国际上各种抹黑中国，而且还收留了大量的暴恐分子。不过，尽管印度做到这个地步，当时的中国出于国际局势考虑，在第一时间依然并不想与印度翻脸，而是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地告知印度，两国绝非敌人，现在也不是竞争的时候。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中国的忍让却在印度眼里成为了对自己大国力量的畏惧，因此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于是，在万般无奈之下，1962年10月17号，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了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此后，仅仅5个月的时间，印度便兵败如山倒。中国战士庞国兴在战后的报告中写下的一句至今都广为人知的话：敌人非但不投降，还胆敢向我还击。一句话尽显中国军人的自信，同时也将印度所谓的大国梦彻底击垮。1964年，尼赫鲁在深切的不甘当中离世，而他的离开也宣告了印度大国外交战略的失败。后来中国迅速发展，逐渐拉开了与印度之间的差距，也使得印度不得不抛弃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着眼现实。未来的印度到底该何去何从？很显然，就像尼赫鲁说的那样，印度是不会甘心只当一个二流国家的。于是，在发现自己无法与中国为敌以后，印度便将枪口对向了邻近的小国。既然强的打不过，难道还不能欺负弱小了吗？就这样，在尼赫鲁之女英迪拉甘地的手上，印度门罗主义外交正式出炉。什么是门罗主义呢？用英迪拉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非有必要，印度将不会干涉南亚地区任何国家的内政，但与此同时，也不能容忍来自外部大国的干涉。如果有的国家需要借助外部的力量来以应对内部危机，则应首先在地区内部寻求帮助。一句话总结，把南亚的大门关起来，印度当老大。1971年，印度利用东巴基斯坦的内乱，成功发动第3次印巴战争，将孟加拉国从巴基斯坦肢解出来。1974年，印度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吞并了西金国。至于不丹、尼泊尔等南亚国家，印度也通过各种各样的条款限制着他们的对外活动。例如1971年，在不丹已经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国的情况下，印度又颁出了双边永久友好和平条约，建议不丹不要发展与任何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的关系。可能有人要问了，印度这么明晃晃的搞霸权外交，难道不怕这些国家反抗吗？印度还真就不怕。1971年，印度与苏联签署了带有准军事联盟性质的苏印和平友好合作条约。从结果上来看，苏联的帮助确实让印度实现了变强的梦想。正因为如此，他才有了对南亚其他国家实行外交扩张的底气。但印度人怎么也不会想到，有朝一日，身为世界一级的苏联竟然会轰然倒塌。苏联解体后，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欢呼历史的终结，声称自由资本主义精神从此将统领世界之时，印度何去何从却成了一道难题。对内，以印苏联盟为基石形成的南亚霸权难以维系；对外，自己领导的不结盟运动失去了现实存在的意义。种种问题加持之下，印度势必要对自己的外交战略做出调整。于是，印度外交再次迈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小多边外交时代。什么是小多边外交呢？简单来说，就是让尽可能少的国家参与谈判，以对解决某个特定问题产生最大可能的影响。换而言之，就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拉拢能够给印度带来最大利益的国家共同面对。因此，客观来说，小多边外交实际上也推动了后来印度问题外交的发展。
不可否认，印度的小多边外交在现实意义上绝对是成功的。从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开始，到21世纪之初，印度的小多边外交助推了其传统的南南合作、印俄关系和周边外交向冷战后的转型，为印度接下来寻求更稳固和更广泛的外交关系打下了重要基础。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正因为小多边外交足够成功，使得印度国内经济腾飞，军事实力强化，进而信心逐渐膨胀，再次燃起了自己的大国雄心。2014年莫迪上台，纵观他的执政生涯，总的来说，莫迪就是真正把印度当成了一个大国，把自己当成了大国领袖。于是在这样的思维影响下，印度再次把中国当成了自己最大的对手，开始实施所谓的问题外交。印度的问题外交是在深思熟虑之下产生的，换而言之，印度就是吃透了中国牌的底线，才敢进行随后的一系列微操。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在西方国家维护国际秩序主导地位的体系下，自由主义国际机制绝对是其最强有力的武器。所以，一直自视自己是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印度，在西方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方面，天然的会表现得亲近，继而更加容易博得西方世界的同情。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和平崛起是对全世界的承诺，因此自然要经得起全世界的目光。那么，基于这些，印度就有了可操作的空间。即在一些小问题上，印度可以挑衅对抗中国，而中国则会表现得束手束脚。毕竟一旦中国越过雷池，就很容易遭受西方自由媒体的口诛笔伐。其次，不管中国愿不愿意，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已经是当今世界的头号问题。从中国的视角上，中国必须拿出更多的精力应付美国，不会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印度身上。而在印度的视角上，印度是中国大后方的邻国，如果印度从中国背后插刀，不能说一定致命，但肯定会让中国难受不已，使得美国在其他地区与中国的较量更加游刃有余。因此，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的立场上，印度都应该是被拉拢的对象，而非一个被树敌的国家。这种战略影响力也使得如今的印度有了大秀肌肉的底气。其实，如今印度大搞问题外交，说白了，很多时候并不是针对这个问题本身而来的。印度真正想要的是能够从问题之外谋取到更多的利益。就像当中印关系紧张的时候，美国就会主动接近印度，为印度提供一些支持，这使得印度哪怕在谈判桌上谈不出来任何结果，也可以获利。因此，有很多人会说，现在的印度是真的聪明，外交简直立于不败之地。可问题来了，印度这样的墙头草行为真的是无敌的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特朗普时期，美国悍然取消了印度的普惠国待遇以及发展中国家地位，甚至一度发起了关税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因为比起印度想要的南亚霸权，美国更看重自己的全球霸权。而在全球霸权的思维之下，美国是不可能允许某个地区出现所谓的霸主的。2023年1月，印度举办了全球南方之声峰会，当着125个国家领导人与代表的面，莫迪做出承诺，表示将会致力于为发展中国家谋福利。对此，有学者认为，莫迪政府此举就是在重拾尼赫鲁时期印度所扮演的第三世界代言人身份，将印度重塑为全球南方的代言人，最终让印度成为未来多极化的一极。可我们都知道，多极化是美国霸权的最大敌人，美国连欧洲都不愿意让其成长为一极，真的能容得下印度吗？我们对此不得而知，但可以拭目以待。中国既然能把武器卖给巴基斯坦，为什么又要区别对待故意冷落关系更好的朝鲜呢？一道喜讯突然从卡塔尔传回国内。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就在今年年初，受到主办国卡塔尔的邀请，巴基斯坦派出空军部队参加了一场多国联合演习。而此次巴基斯坦空军驾驶的正是前段时间中国刚刚顺利交付的歼10CE型战斗机。最终，中国出口的战斗机不辱使命，以9-0的夸张战绩取得完胜，让卡塔尔空军斥巨资购买的欧洲台风战斗机黯然失色。消息传回国内，顿时引得军迷们一片沸腾。而在欢欣鼓舞之余，就有一些朋友提议，应该把经过检验的歼10CE卖到更需要它的地方去，例如中国的唯一军事同盟国朝鲜。可面对这些军迷朋友的提议，军事专家们却罕见的集体给予否决。对此，有专家给出了3个理由，而最后一个最为致命。首先，第一个理由是中国的战略部署。为什么巴基斯坦能够得到中国的武器呢？2022年3月11号，在巴基斯坦的卡姆拉空军基地，中国向巴基斯坦交付了首批6架歼10CE型战斗机。消息一经传出，顿时引得巴基斯坦国内一片沸腾。时任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更是亲自到场迎接，发表演讲，也毫不吝啬对中国的感激之情。
其实，作为一个军工业并不先进的国家，巴基斯坦进口国外武器的情况并不罕见。然而，像这一次接受歼10CE型战斗机时弄得如此隆重，却是寥寥无几。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实际上，这一切都还要谈到另外的一个国家，那就是印度。原来，就在这场交机仪式举行的前2天，刚刚发生了震惊世界的39事件。印度一枚波拉莫斯巡航导弹不慎落入了巴基斯坦境内。虽然这起事件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还是让巴基斯坦全国上下感到愤怒不已。所以在接收中国战机的现场，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才会特意强调，虽然巴基斯坦人民热爱和平，但如果有人敢对巴基斯坦有其他心思，那么我们也不会畏惧，一定会坚决反击。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事实上，就算没有这起误炸事件的发生，巴基斯坦与印度的关系也好不到哪里去，甚至可以说两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仇视早已是全世界默认的事实。但如果单单从两国的国力来看，印度几乎能够实现碾压巴基斯坦的局面。所以在多次的印巴冲突当中，印度基本都能够成为赢家，甚至在1965年的时候险些将巴基斯坦亡国。而之所以印度最后没能得逞，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中国的出手助援。实际上，虽然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中国的邻国，但比起巴基斯坦，印度绝对称得上是一个恶邻。不仅毫不掩饰自己向外扩张的野心，直到今天还计划对中国的藏南图谋不轨，而且还总是使坏，在国际上给中国各种下绊子，希望着能把中国拉下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巴基斯坦对中国来说就极为重要。2015年，一位名叫张志坤的专家发表文章称，巴基斯坦事实上是抗衡印度的主力，有这个主力摆在那里，中国面向南亚大陆的战略就游刃有余。既如此，中国帮助巴基斯坦也是顺理成章的。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要讨论战略，中朝之间的关系显然比时不时还想亲近美国的巴基斯坦更铁。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怎么能厚此薄彼呢？事实上，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就必须仔细比较巴基斯坦与朝鲜两个国家的不同。这也是第二个原因的所在，那就是朝鲜的未知性实在太大。据朝中社消息，2024年1月15号，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演讲中表示，朝鲜应该在宪法中将韩国定义为头号敌人和永远的敌人，并以此为根据声称应该在发生战争的时候完全占领、平定和收复大韩民国。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朝鲜近段时间以来第一次展露对韩国的敌意了。早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朝鲜官方就公开宣布不再将韩国视为自己的同族兄弟，放弃长久以来实现半岛和平统一的奢望。当然，朝鲜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最主要的诱因还是美国的逼迫。在美日韩三国频繁挑衅的背景下，朝鲜只能被迫走出这一步。但不管怎么说，朝鲜半岛如果因此走向战争，绝对不是中国希望看到的。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订。需要注意的是，这份协议是一份停战协议，而非和平协议。韩国一方都没有参与签署。前韩国外交部长卞荣泰曾公开叫嚣，韩国不认为有义务遵守停战协定。所以从客观上来说，现在的朝鲜半岛仍然处于暂时停战状态。如果现在双方有一方动手，战争随时都可以再次开始。而在半岛问题上，中国向来提倡用和平手段解决矛盾，维持半岛的稳定。正因为这样，中国不能像对巴基斯坦那样给朝鲜提供武器。其实说了这么多，可能我们大多数人都遗忘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一直在讨论中国为什么不出售给朝鲜军事装备，却忽略了朝鲜到底会不会要。而如果熟悉现在朝鲜的情况，就算中国想将一些先进的装备卖给朝鲜，朝鲜也大概率会拒绝，除非中国白送。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朝鲜是真的穷。实际上，现在中国的歼10CE型战斗机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朝鲜说不眼红，那肯定是假的。毕竟，现在朝鲜绝大多数的战斗机仍为苏联时期进口的苏25和苏7这些第一代、第二代战斗机。然而，韩国军队在美国的武装之下，已经普遍装备第三代战斗机。于此背景之下，本来就担心遭到侵略的朝鲜，显然会非常希望进口一些新的战斗机，来提升自己的空军力量。不过，在许多军事专家看来，朝鲜就算要进口中国战机，大概率也不会选择歼10CE，而会选择中国空军退役的歼10A。是因为歼10A更强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其实朝鲜这么做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歼10A更便宜。目前虽然中国并未公布歼10CE的具体出售价格，但根据一些军事专家的分析，其造价起码在5000万美元以上。而歼10A虽然同样没有明码标价，但通过此前巴基斯坦方面披露的消息，中国出售给巴基斯坦的枭龙 Block 3战机并不会超过4000万美元。因此类比之下，歼10A的价格大概率也会和枭龙 Block 3战机相差不大。购买歼10A对于朝鲜来说，显然压力会小很多。
现如今，朝鲜的贫穷几乎已经成为了公开的秘密。在常年的先军政策影响下，尽管朝鲜在军事实力方面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但国内经济实在有些不堪入目，与南边的韩国更是比都不能比。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让朝鲜政府再花费高额的价格购买中国武器装备，显然是不现实的。而俗话说得好，亲兄弟还得明算账，让中国免费把武器送给朝鲜，那也不符合常理。于是便出现了中国把武器装备卖给巴铁，也不卖给朝鲜的情况。